关于子瑜这2天又发生了不少事情，我现在都已经出到第6期了，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出。其实第5期就应该到终结了。这一期因为还是很多朋友去问这2天发生的情况怎么样。其实这一切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，基本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就像我说的，都是一些小编织、小莫叶而已，已经掀不起什么狂风巨浪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为2个字做准备。一就是那个演员朱时茂的他的声明，那个声明其实也就是蹭流量的。我相信那个朱的应该是局外人，他是不得罪任何人的一方情况下，在为自己吸一波流量。那个奶的事儿我不需要再讲了，奶的什么包的事儿，频繁的又是上微博，又是发，又是催。今天又出来一个聊天记录，那记录内容我也看了，纯粹就是蹭流量的。还有子瑜去客串电影，在飞机场被私生围堵辱骂的这件事情，我通通跟大家来说一下。那么前2件事情，那个演员朱的事儿，还有奶黄帮的事儿，还有一个目的，还包括私生飞机上的事儿。我个人的一个推断就是2个字：洗白。你会发现，现在经过这么一系列狂风巨浪之后，现在已经开始为子瑜的事业铺路了嘛？这是资本推出一个明星常规的一个操作，先抛黑料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洗白。那么这些所有的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都应该围绕着这2件事情洗白。那个奶黄包的事儿没什么好讲的了，因为从我第5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可以个人推断，他跟子瑜甚至连恋爱都没有恋爱过。我觉得他从他目前这个发出来的那个证明，再一次佐证了我的想法，他应该甚至连谈都没有谈过，他仅仅是局内人的一部分，为了吸引流量而来的，再为他以后为子瑜去洗白这样的一关键的一个棋子而已。那个离的事儿更不用讲了，前几期我已经分析的明明白白了，没看的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今天围绕着什么事情呢？主要是围绕着包括公司这种行为对子瑜有什么样的伤害，主要是围绕这个来去说一说。首先关于那个私生的在飞机场的那个事儿，王导你怎么看？我这么跟大家来讲，你们都应该知道吧，所谓的后援会粉丝会很多都是公司雇佣的，这个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们，都是群演，很多群演都是一天拿80到100块钱伪装成粉丝，说白了这样制作就是给艺人去提高声量用的，这个你们都应该懂，对吧？当然这里边也不乏有真正的粉丝。那么围绕这次私生辱骂，这次甚至带点小殴打的子瑜这件事情，现在把所有的罪魁祸首都推到了私生这方面，你们觉得真的所有的这些都是私生吗？先告诉我这些有没有演戏的成分？有没有？我个人推断应该会有一部分啊。这个接下来就是我要说子瑜公司现在做的事儿现在有点过了，很多事情做过了就过犹不及，太着急帮子瑜去洗牌了。因为子瑜上一个声明，我相信呢应该是公司出的，说先暂时暂停手里的一些公开工作。那显而易见的是，那么这几天他对外的公开工作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，对吧？首先是他的新歌前2天冲到第1，今天又有一首新歌又冲上了热搜，又是去客串电影，所以说就是跟自己的声明有点背道而驰。其实有一定程度我是可以理解他们的，因为靠着这个现在还有流量，因为很多流量一旦过了，你再想掀起一波巨浪其实很难了。但是我觉得有点操之过急了，洗白得需要一个过程，因为现在就是目前这种策划，我个人觉得有点这个太多了，那么就有损子瑜。就算你洗白，也会对子瑜来讲会丢失一些所谓的路人缘，因为会觉得不守信用。其实说到这儿，我觉得子瑜现在这孩子挺可怜的，因为所有的策划他可能是个知情者，但是知情者绝对不会是他只需要配合就可以了。所以他现在哪怕他想去做一个普通人都不可能，因为现在已经把他捧到了这个位置，他只能去配合资本的一些游戏而已。但是这个游戏玩的现在有点过头了，那没办法，那作为当事人，所有的这种创伤你都要去承受。那么包括这次私生，如果公司不公开他的公开行动，比如说这次飞机场被私生辱骂的这件事情，那么如果说公司隐瞒行程，不公开行程，不上热搜，我相信为了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去发生的。正是因为有些人故意把这个行程散布出去，想要造成这种舆论，所以才会有后续事件的发生，并且把后续发生这些事情的责任用水军带节奏的形式推给私生。当然也不排除有真正的私生，目的还是什么？目的还是太着急为子瑜去洗白，或者是让子瑜过早去卖惨。但是子瑜目前以他个人应该没有太多主见了，他只能去听从公司或者资本的安排，这就是我说的他比较可怜的地方。没办法，他才多大？像我说的才22、23岁的样子。所以我说的是，自从子瑜上一个公开声明到现在短短几天时间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而且与公告里的内容甚至是背道而驰的，这样会对子瑜的路人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所以我觉得资本现在有点过犹不及了，很多事情就需要时间一点点的来。这样受到创伤最大的是子瑜的粉丝和子瑜本人，好吧？那么真正摆在资本面前的难题，就像我说的，还是第2关和第3关，这2关才是真正决定子瑜的资本
能不能赌赢的关键啊。不知道第2关是第3关是什么的，可以看我以往的视频。今天又有一个新的解读，就是关于第3关。那么第3关，说实话，可能田儿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很多人会问，那田儿为什么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？因为第3件事情，得罪的某些人物，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，不可能随便去封杀一个艺人，他得需要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理由。所以那个田儿录制的嗨6正好成了这样一个气口。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能不能听懂，有些话我也不方便讲。本来说因为现在影视寒冬，我之前听说确实对耽美这块有点放水，本来提高了不被剪辑的可能，那这次我觉得风险可能会更大一点。所以第3关侧面也已经影响了田儿，好吧。那么关于接下来的事情，我还会持续关注。我最近骂的比较惨，你今天发现我说话其实有气无力的，没关系，我答应你们的这件事情我会持续那么跟到底。有什么不懂的，有什么疑问，随时可以向我来咨询。还有关于娱乐圈的任何事情不懂的，那不明白的都可以向我咨询，好吧。到最后别忘了给汪导点点关注，谢谢你们。